档3档。哇，它每一档接着去的时候，它有那种 M4 的感觉嘞。AMG 在我这个频道很少，对吧？之前有叫过 CLA 35，有 CLA 45S， 但是也是很久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就来一个 GLA 35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。我身隔壁有一位阿翔，你好。今天为观众带来一个 AMG， 我们这个名字很长，它叫做 Mercedes-Benz AMG GLA 35 4MATIC。简单来说呢，我们叫 GLA 35就好了啦。其实这辆车呢，它是一个 AMG 系列的车，可是它不是所谓的 One Man One Engine， 那个要45以上那个才是啦。是250加版，它也是250的 engine 是吧？M260的这个代号哈，可是它马力蛮高一下，306匹马力，还有400个牛顿米嘞。这辆车是2022年的车，Malaysia 新车。这辆车呢，其实有分为22年跟24年啊。今年24年呢有 update 了一个款，你会看到它的车头灯跟车尾灯稍微的不一样了，然后就 bumper 一些零零碎碎东西啦 ，engine 也稍微的提升了一点点。我们会去看看这辆车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去试驾。不要嫌弃啊，我的那个车牌忘记带，所以我就这样子盖着它的车牌就好了。这是它的钥匙，放了一个套。这辆车呢，其实22年的，你会看到它的轮圈是里面黑，外面银圈，这个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可是如果看到24年的话呢，它换了一个20寸，设计更加的夸张哈，是很多现在好像新款的 C43长得很像的哈。这辆车基本上没有什么改，只是换了一个 drop-in air filter， 还有一个downpipe，朋友送啊，朋友送。你的朋友可以多多介绍过来给我吗？可以，是要这样子的朋友。首先说一下 GLA 呢，比较尴尬在于什么呢？它要大不大，要小不小呢？样子呢也不是讲特别的出众哈。如果你比起 GLB 就很像 Mini Cooper， 有没有？它的车径比较长，比较高一点，比较特别。可是 GLA 呢，就感觉到好像比较普普通通一点。据说很多试驾者的感受就是说，它的这个操控其实很不错的。哦，对哦，那个窗口没有关，我是不是可以按99啊？Yeah， 你看几方便。如果我长按解锁的话，全部窗都会打开；按锁的话，全部窗都会关闭哈。这辆车有配搭 Adaptive Damper， 切换模式的话，它会调硬更软。前面轮胎用这尺寸为255/40R 20寸 MC7 的轮胎，配搭4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再配搭一个350mm 的刹车盘。至于后面方面的盘呢，也是330mm， 也配搭这一个 Single Board 单活塞的刹车卡钳。可是这个轮胎就后面稍微不一样了。阿翔有讲他之前爆过胎，暂时先用上 Pilot Sport 3。因为它是4驱 4MATIC， 它可以把这个动力可以100%传到前驱，或者是前50后50，它没有办法后面180的50/50也是好像很好玩这样的。车尾灯很有标志性的那个圆圆圈啊 ，facelift 就没有了 ，so sorry。小改款以后呢，你会看到后面的 exhaust tip 也是稍微的不一样啦。这辆车我喜欢它的定位是在于它是一个家用车，它又有这个性能，还有空间也不错。你可以透过这个钥匙长按打开车尾，或者是后面有一个电磁阀。GLA 它其实不会很大量哦，座位可能比 CX-5 更小一点。椅背可以做倾倒，你去 IKEA 买家具啊那些没有问题。这里是没有备胎咯，它会给一个胎压补贴剂啦。这里按掉就是一关门之后，它会锁完所有的门，或者是你只需要关这个车尾箱罢了。就这样。前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啦。前面的座位呢，由于它关了引擎之后，它会把座位调到最后。暂时先看一下，这是它的座椅，特地把它加长，让你的腿部支撑会更加的好。座椅是没有的调整角度的，手扶箱也是没有。这边鼓起来比较高哦，因为是4驱 4MATIC 嘛。这里2个冷气出风口，大概1根拳头2根手指的高度。虽然椅子已经推到最后了，方便让驾驶员下车，可是我都多过1个拳头，所以你看那个空间其实蛮宽敞一下的哦，还比 CX-5 宽。可是座椅呢？
呢就比较偏硬了，你的欧系车嘛，它不会像日系车软软，腿部支撑是 OK 的嘞。像阿坎塔拉的材质，还有这个红色侧缝线，包括这个椅子也是一样。无可否认啊 ，Benz 用的料其实跟这系列，因为这辆车是 based on A Class 来做一个 GL 系列，就是 SUV 嘛，所以它用的材质是长得很好看，可是你不会像 E Class 啊或者 S Class 用的材质这样，这个是镀上去的 plastic 这样子。以前的 Benz 哦，专门有那个铁打铁的声音的W205这样，可是现在新款的就比较少了一点。这边有3组的记忆座位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有没有？像 carbon fiber 这样的软质塑胶，还有红色侧缝线，button 是 OK 的。然后我会看到这辆车有 Burmester 12粒喇叭还有抬头显示器。现在新款的 Benz 里面的内饰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 ，A Class 长得这样，但是这边因为它是 AMG 系列哈，像 carbon fiber 的视感跟触感其实也不错的这辆车。我们来打造引擎，这边有一个 Start button。Alright， 这个温度的 button， 它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内饰循环，这个就是它的风。至少这些保留按键啊，我们方便操作很多，不用什么都要这个 touchscreen。奔驰的新界面我就没有很熟悉了啦，反正就是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， 所以要用线的哈。啊，还有 AMG 性能的。哦，这个好，多少扭矩？功耗都在这边显示，还有这个油温跟水温，还有这个是变速箱温度哦，中间就你会看到都是空的，因为现在奔驰用了怀档嘛。第一代的 A45啊，还有一个档挂在这边哦，好像在玩 game 这样哦，它还有那种震动哦，高级的震动，像我们为什么买 iPhone 这样哦，一些辅助功能哦，按了之后会打开，还有360的 camera， 这个就是它避震器可以调3段，就是有 Comfort、Sport 还有 Individual， 手扶箱小小个的。够用就好。这个仪表它其实可以切换显示，换这边的这个表你按上去，可以上下，然后这个你就按过去 ，focus 这边，然后上下这些就是一些显示资讯啊。这个好像在玩以前的 BlackBerry 有没有？哇，这个还可以跟你讲变速箱温度跟这个 RPM 啊 ，G-force meter 啊，这边是操作这边的是吗？对。你还可以换很多的，你按这个 menu。这边有全部你可以换，然后你按上去还可以换 HUD 呢就可以换那个有 RPM 跟时速的，你就不用一直看这边，你看那边就可以了，方便哦这样子，还可以切换风格这是古典运动。低调就是没有 RPM meter 了，这个是标准 AMG Feel 的还是这个狂野啦？之前我叫那个叫 A35啊、A45啊，全部都是放这样。方向盘这边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哇，还可以再厚一点呢，更有那个驾驶的 feel。方向盘这边多了几个 button， 这个是 Auto Start Stop， 你可以关掉。这个就是它的避震器的调节。其实这边也是有吗？这边调比较容易，你按这个它还可以变很多。变速箱放 Manual Mode 或者 D， 这个就是 Auto Start Stop。上面按这里又不一样 ，AMG Dynamic， 哇，防滑系统，这样子来换呢。这个就是切换的驾驶模式啦 ，Comfort、Sport、Sport Plus。Sport Plus 的话，你看它转速又不一样了，比较高。它有 Exhaust 嘛 ，Sport Plus， 有一点。Individual Mode， 哇，这些方向盘真的是很好按。还有大大的这个换挡拨片呀，这个就是它的怀档啊，奔驰的啦。这样子切换到 D， 这样子是 N， 2下是 R， 然后这个就是 P。冷气出风口啊，还有这些里面啊都有气氛灯。头灯呢还是用转的啦，还有一个头灯这个就是电子手刹、雾灯、内饰的灯光调节亮度。这个就是打开车尾箱。AMG 系列我就没有看到有用这个风琴式踏板的啦，拉杆拉就可以打开引擎盖了啊。对了 ，AMG 的椅子是有的扩展这个腿部的。这张座椅的话就不是 AMG 最高端的那一个豪车座椅，可是如果你是买那一个45呢，你就会看到哇，好像那种 semi bucket seat 有没有？这个还是比较偏舒服一点的，有一个洞进风，让轮胎降温，容易拉。这具引擎呢是来自代号为 M260的一具2.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呢，它可以产生306 PS、400个牛顿米，在3000转会爆发最高扭矩。这具引擎虽然来自 GLA 250的一具 M260啦，可是呢它换上了一个 Twin Scroll Turbo，response 会更加的好。然后它还有配上了这个 Camtronic 的这个科技，据说它的引擎气缸内壁上面呢还用一个很特别的 Conic Shape 打磨的方法，让引擎室内更加的光滑，减少摩擦力，它更有效率。可
是这辆车在2024年做了一个小改款之后，它加了一个48V 的一个 generator， 让它可以增加多一个14 PS， 它可以提早500转，也就是说2500转爆发最高扭矩的。实际上架起来有没有分别呢？我觉得是可能有少许而已啦，因为48V 真的是很小个 generator 罢了的。再配上一个 AMG 的 Speed Shift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， 简单来说，它是一个8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0到100为5.2秒，比不上电车，可是这辆车驾起来一定是很爽，因为它有声浪。那你会看到这辆车通常呢，在 CLA 跟 A35上面，它是配上一个7速的双离合，可是这辆车是先换上了8速的双离合的，所以可能会让这辆车1号档的时候它更加的密，它的冲劲更加的厉害，也可能在第8速的时候，你在上高速可以更加的省油啦。然后据说它有 Launch Control 这辆车，有，因为这辆车的仪表哦太靠近我们了，我如果放 GoPro 的话呢就太靠近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好看。我希望透过镜头前的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啦。Let's go， 我们现在是 Comfort 啊，所以它的避震都是在 Comfort 的状态。我们先试一下日常生活用的话，对于一些普通的250有什么分别啦？不要讲250了，来比其他车来比好不好？就是一般的 SUV， 其实我驾 SUV 很不喜欢这样东西，就是它过了这个减速带还是怎么样，你整辆车会这样子左右晃动的啊。可这辆车会有一点点在低速的时候，可是它不会太严重。哦，180 SX 啊，当然是我加过来的。刹车是很刺一下的，它的 response 很好，很快。哇，没有什么车呀，礼拜天。DCT 就是 DCT， 你看换挡的话那个反应，当然也是这种比较性能的车啊，它才会有这种换挡的逻辑跟反应啦。很快你看就上到6号档了啊，所以很快也上到8档啊，所以这辆车8 speed 也是有好处的，因为让这辆车的齿轮比更加的密啊，所以对加速来讲也更加的好。可是奔驰有讲过一句话哦，其实奔驰啊，它的 AT 有出到9 speed 的，9 speed 的话，它有讲过人家哦，Volvo 为什么出到10 speed？ 不是 Volvo Ford 的，没有需要，9速已经是很够了的。我记得他们讲过这个东西。OK， Comfort Mode 的情况下，这辆车的悬挂也不会讲太软 ，OK， 也不会讲太硬了。其实我觉得日常生活在家人是 OK 的，当然你不能拿什么普通的 SUV， 比如说Toyota Corolla Cross 啊，或者是 Chery 的 Tiggo 系列啦、Omoda 啦那种是真的是很爽，很舒服、很软的一个悬挂。这辆车会相对来说讲都是一个性能车，所以它的 Comfort Mode 的情况下还是比普通的车偏硬一点点的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已经可以接受了。Auto Hold 是踩深一点，你看它后置有的话，你就放脚就可以了，当然也是可以进入到 N 的啦。还会提醒你，可是它还是有 Auto Hold 的。这辆车配备其实也没有自动跟车啦，可是有自动刹车、胎压侦测器，有360的 camera。油耗来讲，你一桶油打满大概多少 liter 嘞 City Drive 的话380，如果不中脚的话320多罢了。如果是 City 跟 Highway 就可以走到450，如果 Only Highway 可以走500多。这样你打满是多少钱呢？120块要吗？120块，差不多50多 liter 啦，60 liter 里面的哈。性能车300多 km， 给我想起我家 GTI Remap 了的 Mark 7.5 一样，我怎样轻轻踩都好，它就是走340到350了，最准也是380。要马儿跑得快，就是要让它吃多一点草，就是这样。那我想要把这辆车现在切换一下 Sport， 瞬间感觉到这辆车悬挂会不同去哦。蛮大的不同的哦，感觉到这辆车的 damping 比较硬一点的，尤其是这个路，哇，这样 Sport Plus 的话呢，所以我 Sport Plus 的话，它已经会换成 Manual Mode 给我了的哈。你可以用 Manual， 它是好像直接叫我用 Manual 了的。不是，它会帮你换的。自己换哇，现在的 Sport Plus 的悬挂硬到啊，好像在加 FK8 这样的，它的 Plus R 模式啊，哇，这辆车跟 Comfort 相差太远了。你还有 Individual 你调是你是调你 Individual 是就 Manual 咯 ，Manual Mode 可是 Sport Plus 的 Suspension、AMG 的 Exhaust 那些我是 Comfort 啦。哇，一切换到了 Comfort 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嘞。Comfort
对，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它的 comfort 呢是比我们一般上的家用的 Corolla Cross 啊那些还来得更加硬一点。你看啊，现在我是 comfort 的 suspension， 我把它切换到 Sport Plus， 瞬间这辆车，哇，这个我喜欢这种感觉，有分别的感觉。方向盘虽然是走 electronic 的电子的啊，不主力的方向盘，可是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的摆动哦很精准。怎样讲都是一个 AMG 系列的车嘛，所以它的敏感度呢，你只要摆一点点就可以了的。OK， 可能新手一开始还可以啦，容易上手啦，没有讲很难。可是你看它的幅度就是这样，它不像一般上 SUV 哦，你的好像幅度很大的，很容易去控制的这样子。其实你驾了这样久以来，你对这辆车说法是满意吗？你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？不满意的地方是它来的时候就开始有问题了。它的那个你刚刚讲的 adaptive suspension 啊 ，OK， 它后面的 absorber 坏掉了，然后一来到就超级跳。然后还好可以 claim warranty 啦，在 comfort mode 也是比较跳哦，有时候在老人家他们会跳到有一点点辛苦啊，但是还是很可以接受的。另外就是你刚刚有听到有抖动声嘛，那种震动声啊。我是听到后面有。后面跟前面这边下面有多少少有一点抖动声，它是杂音啊。不知道做什么啊，要拿去 check 一 check。其实我有发现到这样现在新款的 Benz 啦，尤其是我驾 W206 的时候，跟205的差别蛮大，是在于我觉得老款的奔驰的好就是你感觉到它的车整个内箱啊，它的 dashboard 都是比较扎实的，它不会有那种路烂的时候啊，你感觉到听到很多那些杂音来自于门里面或者是 dashboard 里面。我觉得越老的奔驰，我不是讲奔驰而已哦，其实很多旧车啊，他们用的料是好过新车的。虽然新车长得好看，哇，这些大大的荧幕哦，这些有很多这些 fancy 东西，可是用的料都是比较多 plastic 料，所以就会造成了比较多杂音。你看现在过一个咚咚，你有时候会听到这个门里面有一点点是吧？它后面那边plastic trim 啊。那些 plastic 它弄到松松这样，对咯，就因为方便人家拆出来嘛，就搞到有那些声音哦。所以就是现在新车跟旧车的分别咯。这样子的隔音也不可以把它看到比较好，因为它讲都是一个 based on A class 做出来的一个 GLA。其实我很享受它的避震虽然可能对老人家还是觉得会很跳这辆车，可是我享受这种感觉。给你很实实在在的，不会多余的左右晃动这样子。虽然 comfort mode 的情况下还有一点点，我们现在把它切换到 Sport Plus 好不好？其实这个 launch control 是要怎样做的比较好？你就只是在 Sport Plus， 你停完下来，踩着 brake 踩到弯，然后踩油搞定就可以了。很容易。踩刹车它会这种降档补油，你看10度，然后再踩刹车，你看。3，哇，2档3档，哇，它每一档接着去的时候，它有那种 M4 的感觉嘞，就会吹着你出去那种感觉。哇哦，很暴力。我就是 feel 到你讲的2档比较暴力，就是full boost在2档。它因为1号牙它不可以放太大的步，它的齿轮比太短了。如果太大步的话，对于它的这个压箱对。换牙还有那个发梢这样子哦。哇，新车就是新车啊！我相信旧的 AMG 啊，以前的款啊，它的这个换挡还是有delay一点的。你看我的换挡宝贝一按就来，尤其是在 AMG 它一定是要快了，如果是普通车的话可能会慢少许这样子。AC 关掉还可以这么冷，厉害！哇，150，超过150过这个弯嘞，没有感觉的嘞，这辆车。
这样子我是很放心的去叫，我也不用担心那个路一下子这样子抛会弄到我的车的底盘还是怎样。过减速带也不用特意去打斜这样子过，这是它好处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来一个大弯了。可是这辆车真的，我驾到啊，我不懂我是驾多快嘞，这样随随便便都白试了，没有 feel。可能就是避震器啊，还有它的这个 chassis 给到你一个信心，这样子的 chassis。哇，很有信心，有没有？车的马力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，可是我很欣赏它的 response， 不管是它的踩油的这个给到的反应，跟它的变速箱的反应都 very good。还有最让我惊讶的是它的操控。你经常有拿这辆车上山的吗？有，好玩。跑葫芦栏杆啊那些的，好玩哦，这辆车。好玩。我妈妈就是每个星期六都会跑山。妈妈会跑山？啊，我妈妈跟阿姨都很喜欢车的，她就借我的车来跑。我可以认识你的妈妈吗？少了社交了。很少女人要会跑山的喂。她驾 FK8的。哇啦喂！可能我们圈内的人会认识这样子。不确定，他很少参圈内人的。Alright， 我们今天就把这辆 GLA 35把它驾到来这一个山脚这边了。交通事件。它有自己的一个 GPS， 它会跟你讲路况怎样啊。哇，就好像前面有下大雨啊，它会跟你讲下大雨。前面有好像路烂掉了啊，它会自己到那边的时候，它会限你速。哇，它有这个奔驰的系统在马来西亚有 It's work SOS button， 车有什么事情可以呼叫他们的这个没有用。你看我一放 Conform Mode 那个转速就直接变低了，它的 Sport Plus 会拉着那个转速啊。其实那我们这一个 Part 1的影片就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辆 GLA 35开上云顶，我们冲上云霄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个赞哈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 ，Goodbye。